最近，伴随着全新一批歼20的量产机出现，网上针对 F-22性能的讨论也多了起来。有专家表示，中国其实错误估计了 F-22的性能参数，给自己定了个大目标，才误打误撞的有了今天的歼20。这是怎么回事呢？ F-22作为全球第一款五代机，一经问世就成为了各国研发五代机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中国自然也在其中，作为研发歼20性能参数的一个主要追求方向。不过就在最近，在网上对于 F-22到底有没有美国人吹捧的那么高性能，很多人表示了怀疑。最大的争论点来自于中国著名军事专家傅前绍的分析，歼20才是目前全球战机中最大升力系数最高的一款。在气动布局上，中国的歼20与其他国家的五代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压抑布局。事实上，这种布局的超音速配平阻力小，在超音速巡航下的优势巨大。而在当初研发歼20的时候，中国的研究人员其实是听信了美国对外公布的 F-22一些数据，其中就包括了最大升力系数 2.0。 当时国内科研人员就十分感到惊讶和困惑。 F-22采用的是中等后掠角碟形翼，用进气道外缘兼顾边条翼，加上机头涡流也不够，怎么可能把最大升力系数做到那么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研发人员并没有怀疑到美国这个系数可能会存在水分，只是认为中国的技术不够，所以才无法达到这一数据。这一高要求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住了中国的研发人员。所幸因为中国从70年代以来对空军研究的不懈努力，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让中国的研发团队大胆地采取了独特而先进的压抑气动布局。这也让歼20不仅拥有现役战机中最高的最大升力系数值，超音速飞行阻力系数也是五代机中最小的，可以说是低速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这一对矛盾的一种最优解。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的研发团队还原了一架 F-22进行风洞试验，测试其气动模型。后来才发现 F-22一些性能参数完全就是美国人吹出来的，真实的最大升力系数只有 1.5， 这也让不少人调侃，歼20能有今天的性能参数，美国人光吹牛就为歼20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俗话说，好马配好鞍，作为中国第一款也是目前最强力战机的歼20，自然少不了装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最近歼20的一款武器性能就被曝光，不少人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歼20完全不需贴身近战的原因所在。在此之前，歼20就曾曝光过自身所配置的贴身武器，也就是霹雳10E，但是具体有哪些性能呢？官方却很少提及。不过就在最近，有消息指出，歼20完全不需贴身肉搏，主要的信心就在于霹雳10E上。据相关人士指出，霹雳10E具备5大特点，足以让歼20在贴身战中占据优势。其一，采用全新的近距格斗空导弹的常规布局，特点是升阻比较高，可用功较大，弹体对于全弹升力贡献增加，提升了导弹的机动性能。其二，射程接近中距弹，霹雳10E的弹长在 3.5 到 3.6 米左右，有推测分析，这很可能是根据歼20侧弹舱的长度专门设计的，普通格斗弹一般只有3米左右，因而霹雳10E的射程应该比普通格斗弹更远，据推测有可能增加到20千米左右，已经不逊于某些中距空导弹。其三，
高灵敏度的制导设备，引头采用红外焦平面阵列成像技术，可以对目标进行红外成像，即使是一些复杂的环境，比如烟雾、夜间等，也能够完成全方位的目标探测。对于红外干扰等防御手段也有较好的鉴别能力。其次，矢量机动。有分析人士指出，霹雳11的尾部结构来看，它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尾喷管处有燃气舵控制机构，这一技术能够让导弹在低速高空飞行状态下仍然可以产生较大的横向过载，对导弹初始飞行段和高空飞行段的控制特别有好处。霹雳11的最大过载可能达到50到55G， 远超霹雳8的35G， 近60%的提升。其五，超强的命中能力。霹雳11凭借着优秀的矢量机动性能力，加上强大的制导装备，让霹雳11的发射离轴角可以达到接近180度，具备接近于向后发射的能力，哪怕是对付迎面高速接近的敌机，也有真正把握的完全锁定。再加上可以与头盔瞄准距联动，让飞行员实现可视即可射。有分析人士指出，霹雳11的高战术性能能够让歼20的剑锋更加锋利，再配合歼20的隐身性能和高机动能力，霹雳11会像高手过招般一击致命，随后远遁千里。在中国建国初期，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唯独远在东欧的一个国家对中国伸出了援手，这就是乌克兰。而时至今日，他们又再一次向中国送出一份大礼，会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一礼物堪比辽宁号呢？当初中国试图建造航空母舰，西方国家却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止中国从外部获得技术。然而乌克兰却顶着被西方国家攻击的风险，将瓦良格号卖给了中国，这才有了现如今的辽宁号。它的到来也为中国的航母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如今，乌克兰因为各类问题导致国内经济跌入低谷，国家局势动荡不安，中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多次向其伸出橄榄枝，为其提供各类物资援助和经济支援。有消息显示，中国天骄航空对乌克兰的马达西奇收购案即将进入尾声，一旦完成，中方将占据马达西奇公司50%以上的股份，而马达西奇也能够避开被迫倒闭解体的下场。需要注意的是，马达西奇作为曾经全球航空制造业中最顶尖的公司之一，一度被称为动力沙皇，其掌握的各种涡轮发动机、螺旋桨发动机等航空发动机一直处在全球航发的领先地位。然而因为和俄罗斯交恶，又被西方国家排挤，销量冰点的马达西奇只能一步步看着自己走向破产。不过这个时候，中国的出现却救了他一命。用马达西奇高层的一句话来说，中国的出现不光光拯救了马达西奇，还拯救了旗下接近1万名员工的生活。有分析指出，航空发动机作为一款飞机最核心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航天人的一块心病。如果真的能够将马达西奇收入囊中，也将意味着一跃成为与美国、俄罗斯媲美的第3大航空制造国。尤其是中国还是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工业制造业门类的国家，这对航空制造来说无疑是具备更大的优势。更令人惊喜的是，马达西奇为感谢中方的援手，还为中国国产 WJ6 涡桨发动机、WS11 涡扇发动机的研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未来或将有近3000名技术人员携家人移民中国，来中国发展。不少人表示，之所以选择来中国，也是因为中国能给一样在西方国家无法得到的东西——尊严。